大家好，我是老李，今天和大家分享一下关于摄影景别的概念。摄影景别是指由于摄影机与被摄体的距离不同，所呈现出的范围大小的区别。景别一般分为5种，它们分别是远景、全景、中景、近景，还有特写。我们来对这些景别来做一个详细的描述。景别中的特写一般指的是人体肩部以上的位置，而近景呢，一般指的是人体胸部以上的位置，而中景呢，一般指的是人物膝盖或者腰部以上的部位。全景指的是人体的全部和周围的背景，而最后呢，就是远景了。远景指的是被摄体所处的环境。远景的画面主要是用来客观地表现被摄体的全貌，抒发情感，主要展示人物以及广阔的空间环境。当然，画面中可以没有人物，或者是人物占据很小的面积。远景主要是用来营造氛围，画面囊括的视野范围大，有利于展现场景的深远，着重表现场景整体，而不是细节部分。在拍摄外景的时候，常常使用这样的镜头，可以描绘工业区的厂房，或者是豪华的庄园、荒野的丛林。我们再来看一下全景的照片。全景的画面主要是用来客观地表现被摄体的全貌。对比远景画面而言，在场景中主要表现人物全身，活动的范围比较大，体型以及衣着打扮都可以交代得比较清楚。人物与周边的环境融为一体，能创造出有人有景的生动画面。全景所强调的是被摄主体全貌与周边场景的空间关系，前后的层次分明，有利于交代人物与场景之间的互动，烘托场景的气氛。人物与环境常常融为一体，能创造出有人有景的生动画面。接下来我们再来一起看看中景。从中景开始，环境就慢慢的变得次要了，而重点在于表现人物。中景是以成年人体来衡量，如果人是坐姿状态，中景则在腰腹部以上，或者人物在站立的状态下，基本上是在膝盖以上的部位。如果我们是拍摄场景的局部画面，则是其主要部分的大部分。中景是叙事功能最强的一种景别，中景往往以情节取胜，能够很好地表现出人物的心理活动，可以很好地表现人物的肢体语言，强调人物动作动态以及当下所参与的事件，可以更好地表现人物的身份、动作以及动作的目的。中景的景别可以最有力地兼顾人与人之间以及人物与环境之间的关系。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下近景。近景经常用来表现物体或人物的局部特征，或物体小块局部的画面。按照成年人的人体来衡量，近景指的是胸部以上的位置。在近景的画面中，周边的环境完全处于陪衬的地位。近景的画面主要是用来表现人物的神态表情和细节，以表情、质地为表现对象，常常用来细致地表现人物的精神面貌和物体的主要特征，可以产生出近距离的交流感。最后我们再来一起看一下特写这个景别。特写的拍摄需要注意抓取富有表现性的细节，所拍摄的位置基本上是人物肩部以上的部分。由于特写画面视角最小，画面的细节最为突出，
所以能够很好的表现对象的线条、质感、色彩等方面的特征。特写画面把人物的局部放大开来，所以使观众不得不把视觉集中，这样有利于细致地对人物进行表现，也更容易被观众所重视。不同的景别可以拍摄出不同的效果来，所以在一次拍摄或者同一场景的拍摄中，我们可以尽量多拍摄几个不同的景别，通过不同的景别来展现一个景物不同面的样貌。好，我是老李，非常感谢大家收看，我们下次见。